大家好，我是 Tiny，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液滴沿瓶身表面下漏的一个小动画。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是我最终完成的一个渲染的一个效果。但是它的那个效果不是特别明显，所以我们看一下我在模拟完成之后的一个效果。液滴沿瓶身下落，它在遇到水珠之后，它会将它们融合，有这样一个动画。然后我们来看一下怎么做。首先，我从网上得到一个可乐瓶的一个易拉罐瓶的一个模型，然后将它分成了4个部分。我们主要取到的就是中间这个部分，因为我们的液滴是在这上面产生动画的。然后最终的话，它是瓶身的话是2个材质。然后看一下，上面跟下面是一个金属，中间的话上了一个贴图。我们直接进入模拟的过程。首先我们要把这个瓶身的话，它的一个尺寸大小差不多是2米左右，2米乘以1米的一个圆柱体。然后我们再选取，通过这个 Add Just Float 对中间这个区域选出来，然后做一个撒点。注意啊，这个点的话，我是将它的那个size 放大了之后，所以会看得很明显。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Group Expressions 选出我们想要滑落的这个液滴。它的一个条件是它的 Y 轴要大于 0.7， 也就是 0.7 往上的。另外一个就是随机选取一部分点，最终我们选到了26个点。我们对它的大小做了一个随机。我们看一下，通过这个地方选择这个 Lit Spheres，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实际的这个 P scale 的一个大小。然后，如果我们选了这个模式，它的一些属性啊，包括一些颜色是看不到的。然后这个颜色其实不重要。然后我们将两边选择出来，一边是那个不产生这个滑动的液滴，另一边就是需要有这个滑动的一个动画的一个液滴。这个由于我在初次模拟之后，这个最小的这个液滴，因为做了一个随机嘛，最小的液滴太小了，所以我对产生滑动的液滴又重新映射了一下，将它的最小值放大到0.15，然后给予了一个整数属性，随机的1到80。这个整数属性用来作为它的一个激活，也就是它们的滑落不是同一个时间下落的。右边的话就是瓶身。我们进入模拟。模拟的话就使用的 PopNet 专用的对点的一个模拟。然后首先的话，第一个就是只在第一帧发射，选取的是 All Points， 然后第一个端口。然后这个地方设置了一个 Active， 也就是它会根据这个 Start， 我们刚刚设置一个整数属性，当它满足这个 Frame 满足这个条件时，大于等于这个 Start 的这个整数属性，那么这 Active 就属于这个 Active 这个点组。这个是之前设置的，这个其实没用到。我们可以看一下，先往下走，然后这个地方的话是给了它一个速度，也就是这个整个模拟的过程我是没有设置一个力，然后我是通过这个 Wrangle
写了一个 vex， 让它随机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方向力 0.1到1，然后乘以了一个倍率，沿着负 y 的方向。然后这个地方给了一个 ID，first ID 就是第一次发射啊。为什么说第一次发射？因为后面我们还有一个复制点的一个过程，然后做了一个颜色 pop color， 也就是当它发射之后，那么它就属于这个 active 组，同时赋予了一个橙色。然后这里给了一个噪波力，也是针对这个 active 这个点组。往下，然后这个函数的意思就是让这个点能够附着在这个易拉罐这个表面。注意看，我们这个地方第二个端口选择的是 second context geometry， 也就是连过来的这个瓶身，所以有这样一个，因为我们没有做碰撞体嘛，所以我们用了这样的一个函数。同时我们将使用一个 pop replicate 复制点，然后连到第二个端口，第二个端口也就是参考这个第一个点。然后注意看，这里设置了一个脉冲值为1，然后它的一个life expectancy， 也就是它的一个寿命值是1秒。然后我们这边的话是25帧每秒嘛，所以的话它就是它的那个生命值是25帧。同时的话就是复制了这个 active 这个点组它的一个属性，一个是 p scale， 一个是 first ID， 也就是我们复制的点，它同样跟这个发射的这个点有同样的 p scale 跟那个 first ID。然后这个地方赋予了一个新的颜色，是蓝色。然后新的点组 replicate，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也就是说这个橙色跟它尾部的这个点，它的 p scale 是一样的。看一下，我们将二者混合起来，它就在不同的时间段发射，并且屁股后面拖了一组点，然后这就是我们液滴的一个滑落的一个动画。这个整个模拟是相对于还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你要知道它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逻辑，它是由这个头部的点跟尾部的点组成。这个地方的话，我是把它 time scale 降低了一点，也就是让它的模拟的速度不要太快，同时，那你尾部拖的这个点啊，就会更加的密集。先来看一下，然后这个是我们模拟出来的这个点，然后我们不是要把它变成那个可以渲染的模型吗？所以我们对这个屁股的这个点组做了一个 p scale 的一个重新的一个设置，通过这个代码，然后它就会越到尾部的这个点，它的 p scale 值越低。它有一个就是头部大尾部小的一个 p scale。然后这个地方的话，这个地方我是将它的这个 normal 设置它的一个 normal， 得到了这个瓶身的一个 normal。然后因为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看这个。这个点它是与这个瓶身它是有一个穿插的，对吧？先看这个地方，它是有一个比较严重的穿插。然后我们想让它往外
挪动一点点，所以我们得到了它的一个 N 属性这个瓶身的一个方向，朝外的一个方向，然后通过这个 warp 使用 displace among normal， 沿着外面这个数值的大小其实就是 p scale 嘛 ，p scale 你如果是怎么说呢？如果这个地方是1的话，那么它就是100%的是贴着这个瓶身的，是没有穿插的。这个地方我是给了让它穿插一点点，就是因为你这样模拟的话就会更加真实，它的这个贴近瓶身的这一部分的话就很平，对吧？所以插进去一点点，然后我们通过这个将这个点变成 VDB， 是 VDB from p scale from particles， 这个是设置它的一个精度 0.02 的话，这个值越低的话，它的精度越高，也就是它最后生成的这个模型的面数也就越多。然后将它们 reshape， 就是往外延伸了 1.55 的这个值，最后我们将它再 smooth 一下，可以看一下，这个就是主要的一个液滴。然后这边的话，我们先不把它转成一个模型，我们看一下我最终完成的一个动画，它是有几个特点的。注意，它在接触到这个靠近的这个液滴的时候，这个液滴的一个变化，这个液滴不是消失，就是我们目前就是看到的有些动画特效，它做的这个地方是接触到的时候，这个液滴就消失，但是我不是，就是它靠近这个液滴的时候，这个液滴有一个缩小，并且朝着这个主要的这个水滴靠近的一个效果，看到没？注意看，包括这个，它有这样一个特效，就相对而言的话，就更加的自然，对吧？更加的真实。啊，这个地方怎么做呢？在我们得到这个主要的这个液滴之后，然后我们现在对这个就是没有动的这个水滴做一个处理。我们先来看一下，首先我们将这边区分开来，这边是左边是参与动画的，右边是固定的。固定了之后，然后这个地方给了一个 ID 等于 PT 呢，这个参数好像我记得好像没用到吧，我们先往下走。这个地方给了一个 mask 等于0，我们先让它变成一个点，不然的话我们看不到这个属性值。然后这儿用了个 solver， 这个 solver 的话，你第一个是连接的一个本身的一个液滴，就是固定的一个液滴。第二个端口就是动画的这个液滴。第三个的话就是它的瓶身。然后我们做了一个 solver 的一个模拟，注意看啊，它的模拟是怎么样的呢？首先我们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就是这个液滴往下的时候，碰到离它特别近的液滴，这个点我们可以先把它理解成点吧。这个点要朝着这个从上往下的这个主要的这个水滴这样运动，然后其次这个水滴其实还在缩小，你注意看这个大的，对吧？所以我们要在这个 solver 里面要完成这样两个过程。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朝着它运动，对吧？我们注意看这个
朝着它运动，并且消失了，对吧？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这里面，这个的话读取到的是这个端口2，我看一下，端口2是原始的液滴，原始的液滴的话，就是运动的主液滴的话，给了它一个 mask 等于1的属性，同时，一个 mask 等于0跟一个 mask 等于1，看一下啊，这两个都是一个这个都好理解，这个的话就是让它的一个速度值也变成一个浮点属性。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左边的点需要拾取到这个 mask 1，就是原始的这个液滴，要拾取到这个滑动的液滴开始动之后，那么它才会有一个缩小或者是运动的一个变化。就是因为这个动画的话，有些液滴机本身在这儿，对吧？本身就在这儿，就是还没开始运动，对不对？看一下，我再挑一个，这个都不是很明显。大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我就拿这个液滴来做比较，这个液滴的话它是在中途才产生动画的。如果说我给了这个 mask 等于1，也就是检测它的速度，讲白了就是要检测它这个速度，也就是当这个 mask 1大于0，也就是这个中间的这个液滴开始动的时候，假如它周边有其他的液滴，那么其他的周边的液滴才开始有一个缩小，并且向着这个主液滴滑动的这个动画，对吧？所以我需要设置一个通过速度得到它一个 mask 1的属性。那么我们进来的话，就是先拾取到它的一个 p scale， 就是主要液滴它也有一个 p scale 嘛，也就是这个半径嘛。看一下，主要液滴是这个。我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是我们要通过这个滑动的液滴去把这个属性传递到这个静止的液滴，对吧？把这个 mask 1 mask 2，其实这个地方好像也没用到，我看一下，这个其实也没用到。没用到的话，那么我就是将 mask 1跟 mask 0识别过来，看一下，这其实看的都不清楚，必须要切换成点的模式。mask 0，这是 mask， 对吧？是滑。看靠近的点，靠近这个主液滴的点要看这个，周边的点就开始变红，看到没？注意看这个，开始变红，并且有一个滑动，就是因为识别到。往下走啊，识别到这个 mask 大于0，对吧？也就是 mask 大于0就意味着这个滑动的液滴已经靠近了这个静止的液滴，并且还要满足它的速度不为0，对吧 ？mask 1涉及到的是它的一个速度值，对不对？也就是这个液滴不为0，这个 mask 大于0，也就是靠近它，且这个主液滴是滑动的，那么这个静止的液滴满足条件。它会有一个 FA 值的浮点值，并且它会属于 AA 等于1这个组。我们再往下走，然后这个第三个的话就是平升。我们现在得到了，看一下啊，我们现在得到了 mask 大于0，对不对 ？mask 大于0。其实这个 AA 组的话，先不管吧，先往下走。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通过检测到，液滴2的一个，通过 PC Open 跟 PC Filter 这一组节点，
就是读取到主要滑动的液滴的一个P 属性，也就是它的一个位置。然后读取这个搜索的范围其实就是这个地方的一个搜索范围。注意这个地方的搜索范围，把它复制过来，对吧？然后得到了一个新的一个 P 属性，然后通过这个 P 属性，也就是主要的液滴的一个 P 属性，减去它静止液滴的一个 P 属性。我们知道那个矢量的相减，也就是这个被减数减去减数，对吧？也就是它会朝着主要滑动液滴的方向得到一个新的一个矢量，对吧？然后把它标准化之后，再加到原始的这个 P 的这个位置上，那么它每一帧都会挪动0.02的一个距离，对不对？注意这个地方的 V， 这个地方我做了一个 V 是什么意思呢？我看一下，这个 V 其实是为了观察。这看不出来，我们到外面来看。这个长的这长条是主液滴。我们把这个速度的尾巴显示，它就会朝着这个主液滴开始有一个运动，每一帧移动的位置是0.02，对吧？它就会有一个动画的过程。所以这个地方 V 的话为什么不移动呢？就是它的 solver 的话 ，solver 它不识别这个 V 这个速度。我们如果想让点运动，你必须使用PopNet 的一个模拟的一个节点。如果 solver 的话，你还是这个地方还是使用的是一个 P， 就是每一帧它会移动一点点，移动一点点，对吧？然后这个的话就是一个，这个地方不用看，这个地方的话就是同样的是使用的是这个 mini position， 也就是让这个点，我们让这个静止的这个液滴始终是吸附在这个第3个节点嘛，第3个端口，也就是这个瓶身上面，对吧？也就是我们前面用到的这个 vex 这个函数是一样的，对吧？所以最后我们得到了这样一个，我们可以使用这个 lead sphere 看一下。找一个看一下，看这个的话，当它走到这儿之后，对吧？它会把这个点吸引过来，包括这个点也会吸引过来。然后现在它只有一个，到目前为止的话，它只有一个动画，就是移动的动画。我们不是还有一个缩小吗？就是当它吸引过来之后，它会有一个缩小的过程。你看。注意看这个缩小的过程，对吧？所以我们需要看一下啊，对，缩小的话就是使用到的是一个乘一个 AA 属性，这个 AA 属性是 A 对，就是 AA 这个属性，就是我们不是设置了一个 FH 吗？也就是这个滑动的这个点刚开始动的时候，这个它才会有一个 FH， 对不对？其他的点是一直是0的，也就是说只有滑动的点它才会有这个向下加的这个 FH 值。然后我们使用一个 attribute remap， 将它重新映射，得到一个 AA， 对吧？看一下，注意我们这个地方是反向，把它反向了一下，也就是这个 AA 值是在降低的，对不对？是在降低的。然后这个地方没有降到0啊，我是没有降到0。为什么没有降到0呢？因为它已经被吸进去了嘛，被融入进去了。
如果想让它完全缩小的话，可能就是说这个最小值，就你还可以把它再缩小一点，就是它最终会降为0，也就是它这个 p scale 的值会降为0嘛，因为我们这个地方不需要。然后我们你看，因为 p scale 乘以了这个 AA， 这个 AA 值是开始运动之后，这个 AA 值才会开始就是降低嘛，所以这个 p scale 检测到它运动之后才开始变小。然后这个地方我又做了一个比较细致的一个操作吧，就是我们要为了节约最后就是模拟的一个时间，我将这个参与叫什么？我们静止的这个点，不是所有的点都会运动，对不对？只有一部分点它会有一个滑动的动画，所以我是将这些滑动的点跟静止的点分开。否则的话，如果你是在所有的点都去变成VDB 的情况下去包 mesh 的话，它会每一帧都会计算，时间会很长。但实际上这些红色的点是没有动的，是没有必要的，计算起来，对吧？所以的话，我这个地方是有这样一个操作，就是看一下，就是我们固定到最后一帧，就是模拟的最后一帧，然后做了一个 AA 的一个 blast 划分。这个 AA 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个点组，也就是满足这个条件，它就会归属到 AA 这个点组。所以我们得知在模拟的整个过程中，所有运动的点都会归于 A 这个组，对吧？所以我们通过这个 plus 区分，然后前面不是这个地方用到一个 ID 属性吗？这个 ID 是用到了，对吧？我们需要，你看这个固定到最后一帧的情况下，但是这个点不动了，对不对？所以我们需要，怎么说呢？将这个 AA 这个点组最后一帧这个点读取到所有的模拟点的一个 AA 属性跟它的一个 P 属性，然后是根据 ID 值相同的才会得到这个属性，所以它会有一个运动，对吧？而不是所有的点，这样我们就区分开了固定的点，对不对？然后运动的点。注意这个删除就是有些模拟的话，液滴它会就是靠近了，它也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动画，所以我们可以在后期的情况下删除这些固定的这些点，然后我们再做包 mesh， 然后这个地方对吧？然后我做了一个叫什么？往后延后了2帧，延后的2帧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是说，就是有可能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主液滴离这个静止的液滴还很远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开始动了，所以往后挪了2帧，就是让它接近之后才开始运动，有一个稍稍延迟的效果，对吧？然后还是跟主液滴一样啊，就是我们 VDB from particles 0.015。然后 combine 一下，看一下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地方有一个这个操作，就是有个 labs attribute normalize float， 这个节点是干嘛用的呢？就是将一个非标准化的节点，非标准化的属性，也就是这个属性它不是0到1嘛 ，p scale。通过这个labs 的里面的一个资产，得到一个新的属性，叫做 p scale normal， 它会自动赋予，然后将这个 p scale 属性映射到0到1，我们可以看一下，对吧？
后我们通过这个属性干嘛用呢？我们看这个固定的 VDB， 然后 0.015， 让它的细节多一点，对吧？然后与这个瓶身，这个是瓶身，这是瓶身，就是瓶身之后，因为瓶身要包 VDB 嘛，所以给了一个厚度，然后往外，那它是一个反向的，现在 normal 是一个反的嘛，所以给了一个负值，往外挪了一点点，然后它的 VDB 就会稍微大一点点，然后通过这个 subtract， 也就是固定的液滴减去这个瓶身，得到了这个固定的这个液滴的 VDB， 然后再包 mesh convert VDB， 然后我们这个地方不是有一个 P scale 吗？注意看 P scale normal， 对吧？我们通过这个属性，这个0到1这个属性，得到一个 P scale 的一个 surface。注意这个地方，因为得到一个新的 surface， 所以我们在这个 subtract 的时候，一定要手动选取，否则的话它会报错。就是它默认是这个样子哦，默认的话它会两个 VDB 的名称，它读取到的都是 surface 这个 VDB。当你得到这个地方得到一个新的 VDB 叫 P scale， 它是位于0号，所以我们需要这个地方手动选一下，也就是 surface， 然后包完之后，我们通过这个 attribute from volume 把这个 P scale 这个 VDB 的属性拿回来，也就是其实拿回的就是这个属性，可以看一下。我们通过这个 P scale 这个属性，再对这个液滴做一个 mountain， 就是做一个造波的变化。通过这个 P scale， 也就是越大这个 P scale 值越大的点，它的造波值越强；越小的点，造波值越小。然后调整了一下它的强度跟它的一个 element size， 这就是我们最终得到一个固定的一个液滴，对吧？它只计算了单帧的一个缓存，是吧？就会很快。然后我们这边固定移动的这个液滴的话，是吧？这个地方前面都讲过了。然后也是包 mesh， 同样的，这个是主液滴。主液滴与这个会吸收进去的液滴做一个 combine， 注意这个地方也是手动选，因为我们也是从这个地方分出来的嘛，我们也需要读取它的一个 P scale 做一个后期，然后 combine 联合一下，再减去瓶身，然后再包 mesh， 然后拿回这个 P scale 做一个 mountain。这就是我们最终得到的液滴整个的一个模拟。我觉得这个过程其实不难，但是你需要去理解，就是它每一步是怎么操作的。然后这边的话就是做了一个，就是我最开始做了一个消失嘛，我发现消失这个过程的话不是很自然。当你碰到它之后，它有一个消失，对吧？消失的话就是不是很自然。然后这个渲染我就做的相对于比较的粗糙一点，给了一个镜面的一个地面，然后这边做了一个相当于一个黑色的一个遮光板，把这边遮住。然后灯光的话就是一个Doom Night， 因为这个 Doom Night 的话两边都有光，所以我把这边遮住了。然后上下的话金属就是给了一个拉丝，看一下这个拉丝的话
这个拉丝用的是一个三平面的一个投射，然后给到它一个粗糙度，金属拉满。这就是今天的课程，希望对你有帮助，谢谢。